你犯了什么技巧？间谍罪，判你什么刑期？判的死刑。间谍无孔不入，会以高额报酬、权力诱惑、情色陷阱等各种方式渗透。我们常常看到有这样的说法，说间谍就在你身边。谍战它不是故事，它是真实发生的。这次行动要保密，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契机，去表现这样的当代谍战。开始，这个是我们在国安的指导下第一次触及这样的电影，我们这个是很写实的。这个电影最重要的是追踪、跟踪。我喊开始以后，你就死死盯，你就怕认错。做这一类工作的人是行走在阴影黑暗里面，去揪出大家看不到的那些什么危险。国安人员他们是没有姓名的，时隐时现的，他要藏自己。第一次电影里面出现国安的这样的一个题材。之前我觉得国安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组织，甚至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。但是我知道他们就是默默地保护着国家。但实际上，他们随时随地都要面对危险。小心！跟国安一直讨论，就得到他们很大的支持。他们给我们也有很多技术性的指导。能听到一些他们的习惯，某些固定的特别的手势。就是在我们拍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应该是什么样子。立即带走现场，因为这是闹市区。对，他们总是在黑暗中保护我们。很有震慑力。这几年的国安也希望能走近观众，希望能提醒国人的。初步判断，安全就是个闪送员。我们总觉得间谍应该是叼着一支烟，穿着一个西装，然后戴着一个礼帽。但是可能在今天来说，他有自己正常的工作，就这么真实的一个人，作为间谍生活在我们身边，你说多可怕？这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调查故事，斗智斗勇，心理战。心里有鬼啊！你指的那种鬼啊？在答案揭晓之前，任何人都有嫌疑。可能某一步走错，心里的那个恶可能就得释放出来了。不管对方是自己人，还是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人内心的黑暗。这个职业当中，每一个人每天精神都是紧绷的，就感觉每场戏都在煎熬。因为各种原因危害国家安全，那就是把这些人要抓出来，有时候隐藏得很深。